哥哥采购回家后正准备晚餐，妹妹却突然回来大叫着哥哥，林烨在比赛中输了，竟然玷污了最强哥哥的名声。男主和妹妹林烨一起生活，是个只会做家务的平凡哥哥。和他不同的是，优秀的林烨从今年春天开始就要在王丽最强女骑士学园上学，那里培养出很多有实力的骑士，是名副其实的最强皇家骑士培养机构。林烨以第1名的成绩考上这样首屈一指的名校，是这个家里唯一值得骄傲的事。男主看到他因为丰盛的晚餐心情恢复，便问他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学校有新生和高年级学生比赛的传统，我也被高年级学生挑战了。那场比赛输了吗？是的，请不要说的那么清楚，而且不只是输了。林烨约好了明天再比赛，不过那个时候的对手不是我了，而是哥哥。男主便大喊道：为什么？不是林烨的比赛吗？我输了觉得很不甘心，所以我就说了，不愧是高年级学生，这场比赛我输了，但是我哥哥比我强多了。然后对方说明天会来家里打扰。妹妹有些骄傲地推断道，应该是对哥哥产生了兴趣吧。我告诉他我的哥哥是多么的强大，多么的了不起。之后就看到男主将他面前丰盛的猪排饭拿走了，让他反省一下。第2天就有一个陌生的美少女找上了门，你是林烨的兄长吗？我是王丽最强女骑士学园的学生会长叶樱木。男主招待少女先坐下来喝一杯茶，想到樱木家是地位和权威仅次于王族的3大公爵世家之一，也就是大贵族。他问女生，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樱木便直奔主题的问道，你应该听说了昨天的比赛吧？我的哥哥比我更强，这是真的吗？男主听他提起这个便手脚利落的跪下向他道歉，真的非常抱歉，虽然听说了比赛的事情，但没想到他说了些狂妄的话。贵族大人，是我家的愚昧给您添麻烦了。樱木便解释说，自己并不是来责备你们的，而且那场对决也是我主动发起的。考察学生实力的比赛是我校的传统，虽然不是自夸，但我在校内一次也没有输过。和林烨君的比赛久违的让我很开心哦。然而林烨却说，他的哥哥比他更厉害，把他培养到那种程度的是你吗？训练后的按摩塑造出林烨君柔软的身体，那个技能也是。男主则有些淡然的回道，身为哥哥能帮他的只有这些了。那么你比林烨君，也就是说更强了？是啊，毕竟是哥哥。樱木仿佛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林烨的哥哥可以和我交手吗？当然要使出全力，外面有辆马车在等着呢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樱木带着男主来到了王都近郊的广阔森林里，说是他家的所有地，不用客气。男主却想让他考虑一下不用战斗的可能性，那可不行，死心吧林烨哥哥，你不是骑士，我们就用拳头来决胜了。他看男主没什么干劲，便说道，要是你的表现让我满意，我就以公爵家的名义加以奖励。男主想到可能会到手的金币，瞬间变得有些迫不及待了。有奖励的话就另当别论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樱木趁他没有改变心意之前，立马发动了进攻，以惊人的速度逼近了男主，一拳就打穿了他身边的树木，吓得男主都有些不淡定了。叶樱木由于拥有女神般的美貌和鬼神般的战力，被称作杀戮女战神。身为樱木公爵家的长女，凭借非凡的能力10岁就上了战场。进入王丽最强女骑士学园之前，打倒的敌人超过了10万，在学园里也能轻松击败高级骑士。据说有的人会因为他的打击而退出骑士团。对于樱木来说，不是他太强了，而是那些家伙太弱了。直到此时，本以为是巧合，他的致命攻击竟全被对方躲过了。男主忍不住质问他，如果中了那个的话会死的吧？放心吧，不会死的，大概。说完眼神却有些飘忽。樱木看着男主，觉得他做的比想象中的要好，但是只是躲避，没有攻击的迹象。可能是我太过期待了，能坚持到现在已经足够了，让我们结束吧。男主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悬崖边上，糟糕，这下躲不开了。我一直以最强为目标，在这世上不可能有比我强的了。这最后一击，男主已经避无可避。然而烟雾散去，他竟毫发无伤。男主摸着自己的脸惊讶道，一点也不痛啊。原来如此，因为我是普通人，你对我手下留情了吧？这对樱木来说无疑是一种嘲讽。随后他就以各种招式不断对男主的脸进行猛攻，然而他的脸却越打越容光焕发，油光锃亮。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樱木竟莫名的开始兴奋起来，他的致命打击全部无效，一直以最强为目标的他很孤独，这样的夜遇到了，消除自己孤独的压倒性存在。我输了。晚上的时候，妹妹看到今天丰盛的晚餐，有些开心的问，今天是要庆祝什么？之后就发现家里还多了2个人，叶小姐再次来家里了，还带了个没见过的大叔。大叔偶尔会说漏嘴自己是叶的父亲，却假装是远房亲戚。男主自然也心知肚明，他就是那个3大公爵之一樱木家的现任家主。听说有个男人打败了我的女儿叶，我对他产生了兴趣，但在男主看来，他只是单方面的挨打而已。没有的是，林烨哥哥被我全力殴打却毫发无伤，已经相当厉害了。多么强健的身体，是做了什么才能变成那样？叶想着想着竟流下了鼻血，他想知道男主强大的秘密。樱木的父亲则替他说道，听说林烨君是你训练的吧？希望你能让我们旁观一下。男主思考了下，觉得就算拒绝也会被纠缠不休，还不如让他们看完了事。那么请到这边来吧。房间里，男主在为妹妹做着训练后的按摩，但场面却让身为贵族的樱木父女大为惊讶。叶更是不客气地喊道，什么按摩呀，太过分了，哪有这种不知羞耻的训练？他不敢相信这种东西就是那个强大的秘密。妹妹做完后却告诉他，实际上很厉害哦，身体也会变轻，这让叶也有些动摇的想试一下。男主却说他到时间训练了。之后樱木父女回到了府邸，那个打败你的男人确实不像是普通人啊。父上，我认为我们公爵家应该招揽他们兄妹2人。
平民兄妹依靠按摩练就强健体魄，尤其是哥哥，即使面对学员的最强女骑士的全力攻击，依然能毫发无伤。樱木家的公爵府里，叶认为公爵家应该尽早把他们兄妹纳入麾下。林叶哥哥的实力至少在骑士团长之上，说不定是这个国家最强的，而且他们的力量是在剑术和武术之前的东西，身体本身的强韧。林叶哥哥所做的那个按摩，也许正是造就了强健体魄的关键。亲眼见识过那个按摩手法的公爵福尔想到，那个按摩有那样的效果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就是一场革命了。是的，是锻炼和士兵培养理论的革命。我现在就把他请到家里，让他全身按摩。公爵听到立马阻止了他，那可不行，为什么呀，父亲？你是樱木家的女儿，即使那个力量是真的，也不能允许你将肌肤暴露在平民男人面前。还没有结婚的大贵族的女儿竟然这样，要是公诸于众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总而言之，我不能马上招揽那个男人，理由是我们公爵家和王室的关系，这跟你也有关系。你在战场上取得的巨大功绩，你的存在也因此在我国变得极有分量。有些贵族认为你才是下一任女王。叶便有些激动地喊道，那样的戏言，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。樱木公爵则告诉他，重点不在于你的意志，只要你有血脉和知名度就可以实现。现在王室和我们的公爵家族保持着极其危险的权力平衡，把和你同等或更优秀的人请到这里来，我国的贵族社会将会一分为二，围绕下一任王位展开内战。这与你或那个男人的意志没有关系。看他脸色铁青，公爵随后安慰道，不用那么着急，那个男人最终会被我们公爵家夺走的，为此我们必须细心准备，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卖给贵族社会。重要的是不要让王室的人认为我们隐匿了那个男人的存在，让他在某种程度上与王族有所交流。但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有被别人夺走的风险吗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只能让他们见识樱木家的力量了。叶却猛然想起一个人，第一公主她会沉默吗？确实可以说是劲敌，不过王室有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王室不能与平民通婚，过去没有例外。我回来了，哥哥。最近叶小姐每天放学都会和林叶一起来家里。叶小姐，谢谢你今天的接送。作为学生会主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重要的后辈出了什么事就麻烦了。男主对此很放心，如果是林叶的话，对付附近的暴徒还是有能力反击的。所以我担心的是那些暴徒啊，要是把袭击过来的人打个半死怎么办？当警卫队赶到时，说明情况比赛还辛苦啊。男主便忍不住腹诽，看来是亲身经历。之后男主说可以吃饭了，两个人都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。自从那场比赛之后，叶小姐就经常来家里，理由是林叶被提拔到了学生会，平民就任学生会干部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。学生会长叶小姐决定直接指导他的工作，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很糟糕的人，没想到是个好人。话说回来，铃木的哥哥今天也要训练吗？其实我有个请求，我也能做那个按摩吗？男主看到他散发出仿佛痴女般的气息，决定撤回前言。果然还是个糟糕的人，他果断地拒绝道，当然是不行的，平民的我怎么能触摸贵族大小姐的肌肤，会被叶小姐的父亲杀死的。他双手合十恳求道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拜托了。这时妹妹却劝男主，哥哥就接受吧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哥哥碰其他女生，但他想接受哥哥的按摩还是蛮有眼光的。男主觉得那种按摩除了妹妹以外是不可以的，但叶用一句话就让他接受了，有谢礼的哦，他需要挣到林叶的学费，虽说是为了钱，既然接受了就全力以赴吧。我本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还是太害羞了呀。这天林叶告诉男主，希望他协助进行学员测验，帮助考试。是的，听说是当1年级考试的帮手，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，但说是能按时拿到日薪哦。为什么会对局外人的我？叶小姐指明是你，她很有眼光啊，只要是哥哥，什么工作都能做到。之后来到了训练场地，兄妹两人就和已经在那里的叶小姐打招呼。话说回来，上次按摩之后没事吧？看你心神恍惚，一直担心你能不能平安回家。叶小姐则有些脸红地说，是充满力量的好按摩。这时却突然有一个女生走到了男主身后。不对啊，听到的情报会更有干劲些，我还以为是那样的呢。听说你赢了叶，我以为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？出乎意料的普通啊。叶小姐看到女生则大叫道，橙子，现在马上离开林叶君的哥哥。她却凑得更近了，叶马上就翻脸了呢。男主扭头问道，橙子小姐也是骑士女学员的学生吗？林叶看到哥哥被人抱着则不干了，那里是林叶的地。橙子立马撒开了手，我是学员的相关人士，但不是学生，只是帮忙，因为我是魔法专业的，当不了骑士。男主仔细观察了他，虽然一开始吓了一跳，但看起来不像是坏人，也不像是平民，作为贵族来说是相当爽快的人。林野哥哥是和我一样的帮手吧？今天要做的事情交了吗？他便问道。是考试官的辅助吗？1年级的考试内容是为了消灭哥布林而远征几天，我们的任务是收拾妨碍新生们考试的笨蛋。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妨碍考试的，我们这可是有名人叶大人呢，怎么会有闲人妨碍有这种名人学校的考试呢？男主心想，也就是保镖的意思吧，说是帮考试，我还以为是简单的事务呢。别担心，我每次都会发出指示的。之后男主就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。首先让我骑在你的肩膀上吧。啊，好高！林叶哥哥很可靠哦。而林叶看到哥哥驮着别人则忍不住大哭起来。